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贫穷。最近我读了几本书，这些书给了我很多关于贫穷的新见解，我想和大家分享。你知道吗？每个人对贫穷这个词的理解都不尽相同。比如，有的人每天勉强维持温饱，这显然是贫穷。但也有月入2万的人觉得自己穷，因为他们买不起心仪的房子和车。为了帮大家更好地理解这个视频的内容，我会从3个角度来探讨贫穷：绝对贫穷、相对贫穷和我自创的概念——永恒贫穷。首先，绝对贫穷指的是那些日均生活费不足1美元的人，全球大约有10亿这样的人。幸运的是，我们国家的大多数人已经摆脱了这种状态。相对贫穷则是虽然基本生活有保障，但相比富人还是感觉自己很穷。这种情况在全球是普遍的。至于永恒贫穷，这是我为了方便理解而创造的一个概念，稍后会详细讲解。接下来让我简单介绍一下我读的几本书。第一本是《贫穷的本质》，作者是2位经济学家。他们在印度等极端贫困地区做了长达数十年的田野调查，写了许多论文，这些论文最终汇总成了这本书。这2位作者还因此获得了2017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我不太推荐大家阅读这本书，因为它主要讨论的是政府如何制定扶贫政策。第二本书是《稀缺》，这本书在行为经济学领域的可读性更强，大多数人能够理解其中的内容。然而，我还是不太推荐它，因为书中有很多废话。其实，它只是讲述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概念，几千字就可以清晰概括。我会在视频中向大家解释这本书的核心思想。第3本书是《单向度的人》，是马尔库塞的作品，属于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领域。马尔库塞是上世纪60年代左派思想的领军人物之一，与马克思和毛泽东齐名。但这本书我也不推荐阅读，因为它实在太难懂了，缺乏一定的学术基础是很难理解的。绝对贫穷，先来谈谈绝对贫穷。很多人认为，极端贫困地区的人吃不饱饭，因此没有力气工作，无法赚钱，从而陷入贫困陷阱。但实际上，即便是在贫困地区，人们也能吃得饱。得益于杂交水稻等科技进步，核心粮食供应链变得更加完善，让主食价格低廉，人们都买得起。但这些人并不会把所有的生活费都花在粮食上。随着收入的提高，他们更倾向于购买口味更好的食物，而不是单纯增加粮食的消费。在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扶贫，对大米、和面等主食进行补贴，但结果是那些家庭减少了对主食的消费，反而增加了对虾和肉等食物的消费。这表明，穷人在选择食物时，主要考虑的是口味而非价格或营养价值。在非洲的一些偏远山村，尽管有很多人生活在温饱线上，但许多人家里都有电视机。他们愿意省吃俭用，甚至攒钱好几年来购买电视，因为村里没有其他娱乐设施，而他们有大量的空闲时间。同样的，穷人也会在节日、婚礼、葬礼上花费巨大，有时候甚至超出他们的经济能力。例如，在南非，一场葬礼的费用可能是一个老人一生的积蓄。如果一个年轻人过早去世，他的家人仍然会办一场盛大的葬礼，即便这意味着他们可能会因此陷入更深的贫困。在印度，一些母亲甚至会从女儿8岁开始就为她的婚礼攒钱。但为什么这些穷人不把钱用在更能改善生活的地方，比如扩大生产、买牲畜、种植更多农作物，或者投资于教育呢？再来看一个有关健康的例子。在南亚和非洲，每5个孩子就有1个死于痢疾，主要是因为喝了不干净的水。一些慈善组织努力降低了消毒剂的价格，仅需18美分就能购买足够一个6口之家1个月使用的消毒剂，但只有1成的家庭选择使用。这些穷人似乎不太愿意为自己的健康买单，更倾向于在生病时花费大量金钱治疗，甚至迷信巫师和民间疗法。我们似乎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穷人的自控力不足。但在下这个结论之前，让我给大家介绍一个心理学家做过的实验。
实验人员找了2批受试者，让他们在计算机上完成一些任务。对第1批受试者，实验人员故意放了很多诱人的零食，比如薯片、彩虹糖、巧克力等，让他们看见，而第2批受试者则没有这些零食。完成任务后，2组人都获得了冰淇淋作为奖励。结果显示，第1批受试者在之前一直抵制零食的诱惑，但当冰淇淋送来时，他们就控制不住自己了，吃的量远超第2批人。这个实验说明了什么呢？自控力其实是一种非常有限的资源。这正解释了为什么节食减肥常常以失败告终。节食者需要不断运用自控力来抵抗美食的诱惑，导致他们无法心平气和地对待食物，最终可能导致暴饮暴食。同样的，生活在极端贫困地区的人也面临着类似的挑战。他们每天都必须动用巨大的自控力去处理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事物，比如为了饮用干净的水而购买消毒剂，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和心理负担。与此同时，我们生活在设施完善的城市里，很多东西都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不需要了解供水系统的运作，只需打开水龙头就有干净的自来水。我们也被告知要接种疫苗，因为不接种疫苗的孩子可能无法入学。这些与贫穷地区居民的生活截然不同。他们把钱花在美食上，就像我们喜欢喝奶茶、快乐水一样。他们为了娱乐而攒钱买电视，就如同我们每天刷短视频、玩游戏一样。既然我们的自控力都是有限的，我们就没有理由指责他们。事实上，穷人和富人在行为模式上没有什么区别，唯一的差别在于生活条件和社会环境的便利性。而且，由于贫穷人群看不到希望，不相信生活有可能发生改变，他们更加专注于当下，尽可能让日子过得愉快一点，因此他们缺乏存钱投资和改善生活环境的意识。相对贫穷。接着，我们来谈谈相对贫穷。我自己就出生在一个相对贫穷的家庭，在这样的家庭中，父母往往不会太关注孩子的成长，他们可能将孩子放在电视和手机旁边，然后就不再管了。而且，他们对孩子的态度通常比较严厉，缺乏耐心，经常会因为琐事发泄情绪到孩子身上。例如，有时他们会因为孩子睡懒觉而批评，第2天孩子不睡午觉又会被责骂。这种矛盾和不一致的教育方式对孩子的成长非常不利。此外，相对贫穷的人群也往往不太注重健康。世界各地有大量人口患有糖尿病、艾滋病、肺结核等疾病。尽管医学工作者的努力使得这些疾病可以通过按时服药来控制，提高生活质量，但每年仍有数百万人因为无法坚持服药而死亡，其中大多数是贫困人口。这并不是因为药物昂贵，而是因为他们缺乏坚持治疗的意识。贫困人群的懒惰也是一个问题。有些农村的田地里杂草丛生，导致农作物减产，但这些农民却不愿意花时间除草，即使这样做可以显著提高产量和收入。学者们发现，不仅自控力是有限的，人的思维带宽也是有限的。行为经济学家丹尼尔·卡尼曼曾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当你一边开车一边被问及简单的数学问题时，你可能能轻松回答，但如果问题变得复杂，你就无法在开车的同时计算出答案。穷人之所以有各种问题，是因为他们的思维带宽被贫穷这个问题占据了大部分。我们人类在长期记忆方面表现得很好，但短期记忆却比较差。这就是为什么贫困人群往往会忘记重要的事情，比如按时服药或者及时除草。他们每天都在为生计奔波，考虑如何支付房租和信用卡账单，这就占用了他们大量的思维带宽。而且，当他们面临工作压力时，他们对孩子的态度也会变得更加严厉和不耐烦。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将穷人的问题归咎于他们的劣根性，我们需要更深入地理解他们的生活环境和心理状态，从而更好地帮助他们摆脱贫困。确实，把穷人的问题简单归咎于他们的个人特质是一种偏见，常常被那些开设成功学课程的大师们利用来贬低穷人，以便更好地推销他们的课程。其实，
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差别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小得多。贫穷这一状态消耗了他们太多的精力，导致他们出现了各种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天生就有缺点，相反，这些缺点是贫穷造成的。换句话说，穷人唯一的缺点可能就是他们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如果同样性格和天赋的人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他可能就不会有这些缺点。更严峻的是，穷人不仅在日常生活中面临更多的挑战，还面临更多的诱惑。我们都听说过一夜暴富然后迅速返贫的案例，或者一些人一旦有钱就迅速陷入消费主义的陷阱，不断买来炫富。这种现象实际上是贫穷提高了失误的成本，并创造了更多的机会让人们犯错误。贫穷时，人们用尽意志力抵抗商品的诱惑，一旦有能力购买，他们的意志力很可能被击穿，甚至会借贷消费。相对贫穷的问题尤其复杂，因为它可能是一个永远无法消除的问题。许多人感到自己很穷，因为他们总是在与比自己更富裕的人比较。然而，这种感觉可能与实际的物质条件无关。就像你提到的，你妈妈的童年时期物质条件不佳，但她并没有因为贫穷感到痛苦，因为那时候大家都差不多。而你的童年因为有了对比和差异，所以感到痛苦和自卑。这说明了，真正让我们痛苦的可能不是贫穷本身，而是与他人的对比。这也与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提出的观点相呼应。他认为，在发达的工业社会中，我们变成了只有一个维度的人。这种社会实际上是一种新型的极权主义。虽然我们似乎有很多选择，但马尔库塞批评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消费品的增加，人们接受了这种社会的统治，并以此感到满足，不再设想其他的生活方式。这种新型的极权主义不需要强制和暴力，能自动排斥或吸纳反对者，因此能永久运转。这种统治的核心就是让我们永远感受到相对贫穷的压力，永远追求更多，永远不满足。这种持续的不满足感，正是现代社会不断增长的欲望和压力的源泉。在学生时代，成绩和梦想往往被视为衡量一个人的标准，但进入成年后，这些标准往往被金钱所取代。事实上，成人世界中，金钱成为了一种更简单、更直观的评价体系。马尔库塞的理论强调了发达工业社会中，金钱和物质消费成为了主导的价值观，影响了人们的信仰、爱情、亲情等多个方面。这种社会的特征在于它通过提供无尽的消费品和物质欲望来维持秩序，使得人们忙于赚钱和消费，从而没有时间和精力去追求其他可能更有意义的事物。这种模式有效地抑制了人们的叛逆精神和更高追求，使得社会能够平稳运行。马尔库塞还批评了这种社会结构对个人自由意志的限制。他认为，大多数人被迫适应社会对他们的期望，从而无法自由地选择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他区分了真实需求和虚假需求，指出只有在人们能够自由做出选择时，他们的需求才是真实的。在他的理论中，许多我们认为是必须的事物，实际上可能只是由社会操纵和灌输形成的虚假需求。这种观点提醒我们，我们生活中的许多选择和决策可能并非完全出于自己的内心意愿，而是受到了周围环境和社会压力的影响。这不仅关系到个人的幸福感，也关系到社会整体的发展方向。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可能会忽视自己的真实兴趣和需求，仅仅追求物质上的成功和认可，从而失去了更深层次的满足和幸福。你的思考深刻地揭示了现代社会的矛盾和挑战。马尔库塞的观点虽然悲观，但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些现实问题。在这样的社会里，物质消费和金钱成为了衡量一切的标准，人们的真实需求和欲望被社会制度和消费文化所塑造和限制。这种环境下，人们往往会丧失探索和追求个人真正兴趣和自由的机会。马尔库塞的理论指出，在发达工业社会中，工人阶级和资本家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导致传统的革命主体消失，社会变革变得更加困难。
这种社会结构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公平，但实际上是一种新型的控制方式，使得人们在追求物质富足的过程中失去了自我和真实的生活目标。永恒贫穷。在这个信息时代，年轻人面临的挑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复杂。他们在社交媒体和网络文化的影响下，常常受到即刻满足和完美生活的诱惑。这种环境下，他们很容易陷入即时消费的陷阱，忽视了对未来的投资和规划。例如，受到不断上涨的房价和生活成本的压力，很多年轻人觉得实现如拥有自己的房子这样的长期目标变得越来越困难。在这种压力下，他们可能会选择更多的享受当前的生活，而不是为未来做打算。此外，全球化和技术进步对工作市场造成的影响也不容忽视。许多传统行业的工作岗位正在消失或转变，而新兴行业往往要求高技能和专业知识，这对于未能及时适应这些变化的年轻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在这种背景下，感到前途无望并转而寻求短期内的满足是一种可预见的反应。躺平等行为虽然可以暂时缓解压力，但它们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长期来看，这种逃避现实的态度可能会导致更多的经济困境和社会隔离。当人们放弃为未来做计划，只专注于当前的享乐时，他们可能会错过重要的职业和财务发展机会，从而长期处于不利的经济状态。为了打破这种模式，年轻人需要重新评估他们对成功和满足感的定义。这可能意味着要调整期望，认识到即使在困难的环境中，通过努力和规划，长期目标仍然是可实现的。重要的是要意识到，虽然追求即时满足可以带来短期的快乐，但只有通过努力和持续的自我提升，才能实现长期的满足和经济安全。我们还需要考虑社会和文化对年轻人行为的影响。在消费主义盛行的社会中，不断被强调的是通过购买商品和服务来获得快乐和社会认同。这种文化背景促使年轻人追求及时的满足和外在的认可，而不是长期的财务安全或个人成长。社会媒体的普及也加剧了这种趋势，因为它经常展示一种理想化、高消费的生活方式，使人们感到自己的生活相比之下显得不足。教育系统在帮助年轻人理解和应对这些挑战方面扮演着关键角色。学校和大学应该提供更多关于财务规划和经济自立的课程，帮助学生从年轻时就建立起对财务管理的认识和技能。此外，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应该提供更多的资源和支持，帮助年轻人获得职业培训、创业指导和心理咨询等服务。在日常生活中，年轻人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提高自己的财务意识和能力。例如，他们可以通过阅读财务相关的书籍，参加工作坊或在线课程来提高自己的财务知识。此外，利用现代技术如财务管理应用程序来追踪支出和储蓄，也是一个有效的方法。这些工具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自己的财务状况，并做出更明智的决策。除了财务规划，个人成长和目标设定也是打破永恒贫穷循环的关键。年轻人应该鼓励自己设定短期和长期目标，并追求自我提升。这可以包括职业发展、技能提升或个人兴趣的培养。通过不断学习和成长，他们可以增加自己实现长期目标的可能性，并减少对短期快乐的依赖。贫可能仅仅意味着物质上的匮乏，而穷则涉及到精神层面的不自由。在追求物质财富的过程中，我们不应忘记追求心灵的自由和真实的幸福。引用尼采的话，对待生命，我们应该大胆一些，因为无论如何，生命最终都是会失去的。这是一种平衡的生活方式，可以帮助我们在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之间找到和谐。我们应强调内心的平和和精神的富足与物质财富的平衡。这种平衡能够帮助我们在现代社会的快节奏和物质诱惑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通过不断的自我提升、学习和成长，我们可以在追求物质成功的同时，也追求内心的满足和真正的幸福。最终，这将导致一种更加充实和有意义的生活方式，
帮助我们跳出永恒贫穷的循环，实现个人的全面发展。关注我，我是才知道，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